过去一周，党内舆论对于今年全国两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台表述的最新变化，更是引发热烈讨论。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全国两会特辑，就此专访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在他看来，此次全国两会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关键词，与中共20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可谓一脉相承，更是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高度定义了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从这次两会的报告啊，看到中国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因此，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如果你要观察两岸关系，也应该从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大的变局，才能比较看得清楚。杨开煌认为，中共20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而此次全国两会聚焦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从科技化、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角度，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出的具体路径，从而为人类现代化的探索进行新的实践。但既然是探索，这条路一定是充满了荆棘、困难和挑战的，所以西方以及岛内部分舆论就此看淡甚至唱衰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实际上还是眼光不够长远。台湾《工商时报》10号的社论就指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揭示大陆当局定调，大陆仍处于疫后经济恢复期、产业结构调整期以及发展战略转变期，因而不会提出违反经济规律的过激政策，而这才是此次大陆两会深获政府工作报告揭示的真正意涵。不要只用旧的眼光，或者是传统的现代化来评价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或者国家发展，因为你那样来评价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好像出问题啊，好像出问题。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还停留在工业化的现代化，而没有把它转换成数位化的现代化那样一个眼光来看这些新生事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涉台表述总共106个字，强调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20号，全国政协14届2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则指出，要坚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有分析认为，从2月下旬的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到此次两会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涉台表述，以及政协会议最后的政治决议涉台表述，文字简练，内涵丰富，可以清晰了解当前大陆对台政策脉络。不过，岛内舆论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相较去年的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删去了和平2字。但杨开煌认为，这样的差别并不代表大陆对台政策出现根本变化。从几场重要会议的涉台表述与中共20大涉台论述精神高度一致，都首先提及要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就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是说不提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就不用就绝对不是。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大国最重要的显现就是它有战略耐力，有战略定力，有有自己的一种规划。因为我不走，你走不动，你这个小车要拖我走，那不可能，因为我需要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北京为什么气定神闲的一步一步的去做。
杨开煌表示，作为在台湾的中国人，难免会对当前的两岸关系产生不安感，尤其是统派会囿于岛内的政治格局，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焦虑感。但如果深刻理解大陆提出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就能明白，台湾问题是被大陆置于整个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所以，无论是2022年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的窜台，还是不断由美西方政客借台湾问题攫取政治私利，企图以台制华，甚至是近期在夏津海域发生的214恶性撞船事件这样的意外事件，都不会干扰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方针和节奏。就是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也是他和平统一最大信心的来源。但美国显然并不愿意见到中国的崛起，打台湾牌就是美国遏华的主要手段。在杨开煌看来，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经济上对台湾的牵引力，以及军事上应对外部势力干涉的能力，都会让美国逐步减弱甚至丧失打台湾牌的力道。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台湾问题被置于中美博弈当中，就好比一个被2根绳索牵引着的布偶。过去美国可以完全左右甚至控制台湾，而随着中美实力的消长，大陆这一端代表统一的绳索就会越来越粗。而且每当美国政客企图以台制华时，中国大陆就施加多一分力道，从而更加掌握台海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压缩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勾连空间。当裴洛西创反这些政客不断来的时候，反正你多来一次，台湾多被收刮一次，然后统一的步骤就更近，战术就更进一步。